二爷在路上已经吐了很多次了，醒酒汤都准备好了。哎，早就预备好了。来，二爷，扶我回屋吧。娘，爹又吃醉了。平儿乖，咱们不要搭理他，我们去吃饭了，好不好？二乖啊。不忧，天色暗了，别在外面看书了。是娘。宝子，今天我在我们家发现了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。什么有意思的地方？今天我找不到陆植，就想着他是不是又和管家出去钓鱼了。然后我就跑到管家的院子里，果然管家也不在，院子都锁上了。我就闲着无聊，爬到了隔壁院的树上，从树上进了院。你进人院子干嘛？我总觉得这个管家很奇怪，大概是因为他是哑巴的原因吧。我就在院子里发现了个秘密。秘密？什么秘密？我发现院子里有口井。有口井？那也太奇怪了。院子里怎么会有井啊？是口枯井。还是口枯井？那就更奇怪了。这世上怎么会有枯井啊？你要这样，那我就不说了。我的不是，你继续说。井口有根绳子，我就顺着绳子下去了。果然，我在井底发现了个密室。密室？里面有什么？没看见。没看见。里面黑乎乎的，啥也看不见。我又没带火，可是，光说密室就已经很厉害了。我听说，大户人家都有这种地方，用来藏银子的。我也听说过。那，你最后怎么出的院子？管家的院子里也有树啊。哎，小宝子，要不你今天先别回去了，等半夜管家睡了，叫上陆植，我们一起再去探探。好吃吗？我家厨子还行。好吃啊。就有点太咸了。哦，平常不这样，今天咸了。本来想给你带些汤，但腾不出手来了。我去给你倒杯水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倒。没水了，这个不吃，怎么自我少爷？陆少爷，这么困？还是累着了？太咸了吧！这厨子肯定有千金是卖盐的。找口水喝。水缸都干了。一人一刀都得杀死，可别闹出什么动静。何必多此一举呢？反正等会儿我们就放火了，这把他们惊醒，不还是麻烦吗？放火是惊醒才麻烦，到时候你守在这儿。不知道甘少爷在哪儿学会这绿林的手法。今晚我们手上都沾了血，之后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我去杀二爷，二奶奶和小姐是师兄的。陈旺，你去杀少爷。走。
陆少爷，你家怎么这么安静？翠花楼这个时候正热闹着呢。难道你们好人家都这么安静？烟，哪来的烟？着火！陆少爷，陆少爷，陆少爷，陆少爷！陆少爷，着火了！小宝，快跑！马棚那边有个角门，往那边走。先把大草给堆这儿了。陆少爷，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啊？空墙，管家的院子就在边上，咱们先躲进去。在哪儿啊？那边，快走！陆少爷，这井有多深啊？挺深的，我白天来的时候，这还有根绳子。哪有绳子？绳子。平儿，别，娘，平儿，哎，陆少爷，不行，我得去找平儿，我得去找平儿。陆少爷，平儿，我们先避过去，他们肯定都跑出去了，他们都跑出去了，肯定都跑出去了。要不，他们都跑出去了，我们跳下去吧。跳下去，不行，没有绳子，我们下去就上不来了。马棚应该有绳子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看看。哎，把这个带上，少吸点烟进去。后花园那我没放火，咱们待会儿从那儿出去。我没什么东西要拿，来这儿干什么？我有东西要拿。啊？什么东西？在那。我要拿回我自己。哪有什么金子？你疯了！我有金，我有。陆远爸没有让你杀我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你一直在骗我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你只是想让我做你儿子，是不是？疯
疯子，我不需要一个爹。我不会再说你的太多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小宝子，小宝子，你们几个傻站着干什么呀？快找人救火呀！快救火呀！来吧。哎，老大，你看他们，你们站这儿干什么呢？啊？你们可以先躲起来，要不然假装救火，居然站在这看热闹。是我的疏忽。你的疏忽就多了一条人命。那个更夫是个好人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个好人。今天死的不止他一个好人。尸体和人数都对上了，只是这陆宅里除了你和陆家少爷以外，还有没有差不多大小的身量？怎么了？陆家少爷屋里没发现尸体，别处倒是发现了一具。这个陈浪，你带我去看看那具尸体。你还看什么尸体呀？都已经烧成炭了。他就算烧成炭，我也要看到他。他必须得死。陆芝，你们家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来我这干嘛呀？巨人老爷，之前呢，我家员外拿了张字据给我，叫我拿给您看，结果还没来得及，陆家就发生了那种事。你们家哪位员外啊？您看了就知道了。拿给我看。我们员外嘱咐过，只能让您一个人看。先下去吧。请看。
们这是什么意思？举人老爷莫怪，这是我家员外吩咐的，就得让您这么看。这是你们大爷陆远豹的笔记。正是我家大爷写。书童陆直为人忠厚，忠心事主，于连其年幼丧亲，名为书童。师童命令，吾将于所持弘顺之局之股份赠于陆直，以奖其中，以慰吾心。举人老爷，我只不过是区一个卑贱的家奴，本不敢僭越。只是我家员外既然有此一命，小的也不敢违背，还请举人大爷日后多提携，多指教。好你个刁奴啊！竟敢伪造遗嘱，夺取财产！我现在就抓你报官！来人呐！大胆贱奴，竟敢以下犯上，以奴告主，状告主人弑兄夺长。况且主人家已经灭门，死无对证，必是诬告。来呀，先打他40大板！我身份卑贱，要告主人，这是忤逆犯上，少不得不分青红皂白，先上一顿板子。这打板子可是门功夫，掌心的衙役没个3年5载是练不出来的。练什么？练到打板子打得震山响，却不伤人，只是伤些银子罢了。这真是个赚钱的本事啊！看来衙门里就连板子都听钱的。你不用担心板子了，我自有安排。那就多谢冷捕头大恩。等事成之后，必定替四娘赎身。老爷容禀，小人就算是被打也要告，我家大爷死的冤枉。还在嘴硬，打他60！我就算是被打死也要替我家大爷伸冤。陆远豹死了快半年了，为何要等待陆进信灭门之后来报？我家二爷在的时候，我如何敢告，又如何告得倒他？还在狡辩！重增80！老爷，我有举人作证。慢着！什么举人？正是本县赵有人赵举人。您想抓我们去见官，随时都可以，但有些话要是当着官老爷的面说，对您可不大方便。举人老爷，您那张5000两银子的欠条可没被大火烧掉。什么欠条？我并不知道。另外，知局的账房先生这几日应该失踪了吧？知局的账本是不是也不见了？小的碰巧都知道他们在何处。连账房先生都买通了，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的身份，你只是个奴才。这要真是到了大唐，用了大刑，举人老爷说的对。若是真上了衙门，一定是举人老爷胜诉。这些小的心里都有数。有数你还来干什么呀？我心里有数，可县太爷心里更有数。我这里嘛，遗嘱、欠条，再加上账本、人证，是真是假，知县老爷一看就知道。我还听说本任老爷在银子这件事上有起有数。我要是知县老爷，我一定会想，原来赵举人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关键是要看给他好处，也得有个数吧。我来帮您算一下，欠银5000两银子，
再加上半个知局，我要是知县老爷呀，少不得跟您要个4、5万两银子。这还是看交情办事的份上，让我下大狱对您来讲没有任何好处，何况您还得花这么一大笔银子。我有个办法，让您免去这个麻烦。开价吧，分文不要。陆直啊，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明儿一早，我要去县衙鸣冤告状。告谁呀？替我家枉死的大爷陆远豹告他弟弟陆进信弑兄夺产。什么？到时候还请举人老爷做个人证，替我枉死的大爷主持公道。我家大爷有一件物证，在举人老爷您的手上，到时候还希望您能出示一下，做个证就能省下4、5万两银子。举人老爷，不知道这账划不划算？老爷，我与陆远豹乃是莫逆之交，可惜啊，可惜他死得太早了。赵举人，这陆直说陆远豹曾对你说过他弟弟要害死他的事儿，在其病重之间，我去探望，确实有提过。那你是怎么说的？我当时以为他是病糊涂了。再者一说，他们兄弟之间的家事，我一个外人无凭无据，也不好干涉。但我将此事告知了他们管家陆忠以及这个陆直，并叮嘱他们好生伺候，不要让他们老爷胡思乱想。陆直，赵举人说的在理呀，这可能是你家员外病糊涂了，也未可知啊。老爷，冷捕头有话说。回禀老爷，陆远豹去世时，大家只当是久治不愈，病入膏肓，所以就直接装殓安葬了。那冷捕头的意思是？开棺验尸。仵作，结果如何？禀老爷，小人先用银针验毒，分别在死者咽喉、胸口和腹部下针，银针尖端全部变黑。哎，请看。然后小人又用蒸骨之法，骨头也全部变黑，可见死者确实中毒而死。陆直啊，看来正如你所说，你家员外确实是被他弟弟毒害而死。可是他弟弟一家已经灭门了，这报应来得如此之快，这冤无头债无主的，你让……老爷，外面赵举人求见，说是有事和陆家一案有关。把他叫进来。是，老爷，到。赵孝廉此番又来，所为何故啊？我回去的时候啊，想起一件怪事儿。怪事儿？啊，什么怪事儿？是这样，我那位挚友在过世之前，曾经在我们家当铺当过一件东西，便是此物。对，是我家员外派我去当的。举人老爷不说，我都快忘了。我当时还奇怪，我们陆家怎么还会当东西，而且只当了2吊钱。此事当铺掌柜也觉得奇怪，便告与我知。我只当是远豹病糊涂了，没当回事儿。那陆远豹所当何物啊？不知道。啊？赵孝廉，在你们家当铺，当个不知道都能当2吊钱，我看你们家当铺也开不长久了吧？老爷玩笑了，此物当来的时候，便是封着的。是我们家员外亲自封上的，他还特意嘱咐我，
一定要去举人老爷家的当铺去当，就说是他当的，不用开封都能当2吊钱。所以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那打开看看吧。是老爷。老爷，这上面有2道封条，一道封条是当铺的，上面的日期确实是路远报故事前的，另外一道封条应该是路远报自己给封上的，2个封条的日期是同一天。这么说，这确实是在路远报死之前自己封上的。老爷说的是。拆开看看。是老爷。于路远报江左毛县人，隆庆2年来杜县经商。同顺之局部分全部赠以诏书。天日昭昭，报应不爽。于但愿孝子贤友位于深渊，畜生孽地，终遭正法。路远报绝笔。这可是路远报本人笔记。大人，我这有陆兄早年为我写的善命，你也可以查看其笔记、签名以及印签。还真是啊。只不过这遗嘱上的字迹，跟这扇面上的字迹比起来，虚弱无力呀。肯定是久病之人所写呀。这遗嘱是真的。真是难为路远报了，竟然能想到用当铺来保留遗嘱的法子。那这案子已经很清楚了，有物证，有人证，况且此人证正是本县德高望重的孝廉公。只不过这事情太过离奇，怎么跟说书人讲故事似的？这件事啊，确实传奇，跌宕起伏，感人肺腑。这里边有中仆为主伸冤，有人主一传家财，有天道报应不爽，更有老爷明察秋毫。老爷明察秋毫，老爷明察秋毫。哎呀，只不过这陆家财产众多，交割过后很是麻烦啊。这难免会有人不服，引起争议呀。老爷，此事定当由您做主啊。陆直，你说呢？老爷，小的这辈子什么都不懂，就懂2个字。哪2个字？孝敬。什么？要走？为什么呀？主人家灭了门，一个书童得了万贯家财，这件事够杜县的百姓说上半辈子了吧？哎呀，我的干少，那就让他们说嘛，又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。可是这一城中，个个对你眼红嫉妒，哪可着实要紧？更何况咱们秘密太多，秘密是经不住议论的。3年，咱们就离开3年，再改名换姓的回来。干少爷，我陈旺什么事都能答应，可唯独这件事不行。这一来了这么多年，
我好不容易扬眉吐气，活出个人样来，你让我改名换姓，我做不到。二来呢，你也知道，我娘的身子不好，我根本就放心不下。要走，你们走，我陈旺不走。我都把宅子给你了，你雇几个可靠的人照顾老娘不就行了吗？3年，我都不知道我娘还能不能活过3年，我不能连她最后一面我都见不到吧？哎，陈胖，你是不是前2天又去赌了？你一出手就10两20两了，能不让人起疑心吗？尤二，这他妈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啊，我出手多大那是他妈我的事儿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这钱是多少都是我该得的，谁能起疑啊？再说了，自从着火之后，咱们几个在这窝了2个月，足足2个月呀！我跟他们说了，这2个月，趁着我运头旺的时候，我去省城赌了几把大的，谁能提呀？你想坐下，坐下。自家兄弟别伤了和气，喝酒。你们喝，我去看看我娘睡了没。早点回来，事情还没商量完呢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魏知县就是凶手，他回来报仇了。以此看来，咱们只有2条路好走：一是再次改名换姓，远走他乡；二是杀了他。就凭一个算命先生的一张条子，万一他扯谎呢？他为何要扯谎？他又如何知道曾经的路不幽？按理说，知县上任是一定要先跟我们这些乡绅见上一见。结交往来的这个魏知县来了几个月了，我却没有和他见上一面。反常啊！可我见过他呀，虽说隔了20年，可要说他是当年的陆少爷，我实在是没法相信。你不是没法相信，你是心存侥幸。不过你也不用慌，在官面上，他还动不了我们。暗地里，咱们这儿有那么多人，他也进不了我们的身。现在两边都是困局。这有什么好为难的？从头到尾，我们的难处在于，凶手在暗处，不知道该杀谁，管他是真是假，一个县官很难杀吗？鬼手柳时期，弹指魂归西。不要再提鬼手柳时期了，我连师弟都保不住。这件事情交给我吧。班长，这个凶手狡猾得很，万一你一击不中，再想杀他可就难了。你不信我？柳时期，这暗杀靠的仅仅是武功吗？还有计划周密，随机应变。那县衙里所有的衙役加在一起都拦不住你，没有其中一个。叫吕三的那个，他倒是个茬子，
那就先把这个茬子去。薛举人跑了，什么？还带了100多家丁活员，出了东门。吕三儿，知县老爷命你即刻跟上他们，看他落在哪里，好沿途驿站把消息传回来。是。但那薛举人定是要玩什么花样，装模作样走不快的。先背上开城门的条子，如遇急报，正赶上关城门，别耽误事。去吧。是。不知那牛不厌跟着走了没有？这些日子牛不厌一直住在薛家，不知薛举人这次是否带着他？你是何打算？宋典史，小人想带一些兄弟在薛宅周围埋伏2天。若那凶手真的要动手杀牛不厌，我们不能错失这个机会。你要带多少人？白天倒还好，主要是夜班。薛宅4面，一面5个，应该够了。就给你20人。不是说装模作样的跑不快吗？怎么这半天的功夫，赶出6、7、10里路？吕桑已经走了，精干警局的捕快也被我从衙门抽调出去了，辛苦了。听见了？知县老爷，老爷，请坐吧。啊。本县自上任以来，一直刑狱之事从未过问，有劳宋典史尽心竭力。老爷今日和往日有所不同啊。今日确实不同往日。有何不同呢？明日便知。哎，哎呀！我上任之前，就听说宋仲秋在这里做典史，心里就暗暗高兴，以为可以请教些诗文书画。老爷此番前来，是要谈论诗文书画吗？我想请教一个字。什么字？冤。老爷之帅，我宋晨在这都县当了12年典史，还未曾有人提起过这个。宋典史不愿意说啊，非也。旁人定然以为我不愿意说，其实我倒并不在意。那我洗耳恭听。我以为这世上冤者无数，却从未有平冤昭雪一说呀。此话怎讲？老爷也许有所不知，那大牢之中，窗都没有一扇，更无昼夜之分。可你仍然能够感觉到，日子一点点的过去。如何察觉得到呢？你可以看着自己那些受过刑的皮肉一点点的烂掉。我本以为生死只是一道门槛，这边是生，跨过去就是死，只是一瞬间的事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死可以很慢很慢，原来人也可以一点一点的死，直到有一天牢门开了，有人进来告诉你，你的案子翻案了。可这个时候，你已经死了一半了，那一半已经变成了鬼，
再也变不回人了。你就是一个半人半鬼、非人非鬼的怪物。老爷，迟到的公道可不是公道啊！哎，三哥，三哥，啊？怎么了？你这几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你既然都这么问了，还真有。什么事儿？本县以为宋典史的冤不在大牢里。哦，宋典史当年身负吴门第一才子之名，人称书画双绝，这只右手现在怕是连笔都拿不起来了吧？可这就算是宋典史最大的冤情了吗？或者，听说宋典史归乡之时，朝廷明明已经翻案，可邻人乡里却怎么也不信你是被冤枉的，悠悠众口议论的都是你花了多少银子，走了谁的门路，如何上下打点，怎样免了官司。宋典史，于你而言，这份冤情是不是比牢狱之灾更重些呢？典史的那位好友，自小与你一起读书，一同赶考，情同手足，义结金兰，可你却挺心不过，将他出卖，他唯有一死以证清白。典史啊，莫非这才是你心中最大的冤情？依本县看来，这些都不是最冤的。让你那半个鬼魂不得超度的事，即便朝廷昭告天下，还你会员，给你高官，可你那右手还是拿不起笔，邻人乡里还是会说你使了银钱，你那好友还是含恨而终。可那些上本举报的御史言官，让你致残的刑部堂官，忙于党争的朝廷大臣，还有那些一口咬死你舞弊贿赂的愚民庸众，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受到惩罚。宋典史，不是你的冤不能平，是你的仇无处报啊！我这2日上火，大便硬得跟梆子一样，能敲出响来。三哥，你不愿同我讲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反正我是不会让你一个人走这条夜路的。本县猜想，宋典史之所以做典史，也是想让这杜县的案件桩桩件件都能冤有头债有主吧。我在这杜县做了12年典史，见的最多的都是那无头之冤。冤怕无头啊！这杜县20年前曾经着过一场大火，宋典史可曾知晓啊？老爷是为了这20年前的大火而来。本县也是一时兴起，闲暇时查访了一番，眼看着就要完成了。可是这文笔拙劣，羞于见人，只能藏于书房的应寿匣中，全当自娱自乐。不过写完之后，倒是要请宋典史过一过目，倒是还望不吝赐教，指望宋典史别再留下无头之冤。老爷有何吩咐，请对宋臣直言。典史莫急，本县的吩咐嘛，明日便知。哎，伙计。哎，客官，住店了。客官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今日啊，有位主人老爷把咱这小店给包了。你们也被包了？哎，
是。他都包了3家店了。他带的人多嘛，民受累。再往前啊，走2步，前面还有一家店。好，客官，您慢走。老板娘，我来俩包子。哎，好嘞。老爷，有那吕三还不够吗？他们人多，吕三一个人盯不过来。我不在您身边，总是不放心呐。让你去盯的就是咱们最不放心的人了。可是那小捕快曲三更他，你是说他去薛举人家的事儿？哼，也是巧了，那驴偏偏就让他找着。那个小捕快心机很重，我怕呀，他是为了给师傅报仇，和薛举人联手做的圈套。只要我们不动，他们又能如何呢？可是那薛举人身边还有个柳十七呀，他就不怕我们吗？现在没了张贵，那柳十七嘛，薛举人肯定带在身边保护自己呢。老爷，我觉得这样还是不稳妥，还有没有其他办法？没有办法了，我是真没办法了。老爷，当初若不是您救了我，我都死在大牢里了。刀山火海呀，我都可以替您去闯，可是不能让您有半点闪失啊！哪儿就能有什么闪失啊？你是怕我自己写不好公文呐？下官杜县知县魏逢时，昏聩糊涂，庸碌无能。自杜县上任以来，凶案连连，毫无头绪。10月初7日，由本县名医程义至前来投案自首，并自呈供词。供词称，20年前陆家书童陆直胁迫他毒死主人陆远豹，后陆直又纵火烧死陆远豹之弟陆敬信一家，霸占陆家财产。陆直现已改名薛琦，其同伙党羽众多。9月起，杜县的连环凶案即此一伙凶徒所为，起因系本县捕头冷无极。冷无极本为那薛琦同伙，常年以此勒索薛琦。自此，薛琦便开始接连杀人灭口。火呀！程义志称，他唯恐轮到自己，所以宁可投案自首，自请入狱，以免一死。因其供词过于荒诞离奇，下官疑其失心疯了，留下供词将他遣走。谁知3日之后，程义志果然死于非命，下官惶恐之至，自知铸成大错。后举人赵有人遇害，在其家中同样搜出一份自白供状，也是指认薛琦，想必是未及自首，及早不测。此案非同小可，那薛琦有举人功名在身，下官又无铁证，只得行文上报，暗中收集证据。来人！喝呀！我喝点。曲三哥，宋典史让你立刻回衙门。何事？他没说，赶紧走吧。宋典史只叫了你一个人。走吧。老爷，老爷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什么也没干呢，老爷。你可以走了，把他放了。是，老爷，是抓到那个真凶了。快了，就快了。
谢大老爷。前几日，那牛不雁出城，车里除了藏了张继祖之外，还有一个姓刘的护院总管吧？是。你们去拿那张继祖，他的帮手，也就是那个打了吕三空心石灰镖的，也是这个姓刘的。是。吕三去盯薛举人，快班的一干好手跟着你去盯薛宅。刚才我点了名，衙门里就剩下5个造班的衙役，还有几个已经吃醉了。若是这个时候那个姓刘的来行刺老爷，这该如何呀？他为何要来行刺老爷？因为知县老爷就是那个连环凶手。这是我画的，左手画的，不十分传神，勉强可用吧。这是知县老爷。谢师爷。这就是凶手。我给他石匠四宝珠看，他说，这个就是向他订石磨的那个客人。那些被侯瑶偷过的苦主们都说，这个就是上面收古董的那个贩子。这能做得准吗？大概是吧。这样的画像，我总共画了9幅。这都是衙门里的衙役和仆从啊。凶手飞到传书时，我就认定凶手在衙门里有内应。于是我就把当时衙门里的所有人都叫过来问过一遍，有7个人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当时在哪里，我就挨个给他们画了像，去让那石匠辨认。石匠说都不是。可是我很久没有画画了，倒是勾起了我的兴致。把本觉得最不应该的2个人也都画了，就他是个乐子。可是没想到，这个乐子倒是大了。就凭这2张画像，在放那张继祖之前，我特地先去禀报了老爷。果然，老爷和谢师爷很快就变装出衙了。那现在该如何处置？我猜老爷已经看出那薛举人离开县城是为了迷惑他。所以他就将计就计，让吕三盯上去，空门大开。空门大开？那为什么？他想让那个刺客来杀他。所以他布下埋伏，拿住那刺客，再审出供词。审出供词太麻烦了，他想让那个刺客杀了他，就不需要什么供词了。然下官听闻那薛琦豢养了许多江洋大盗、绿林巨匪，前日就有贼人飞刀传书，混淆视听，县衙禁地，来去自如。下官恐为其所害，遭遇不测，特留此遗书。若下官当真遇害，凶手必是薛琦。下官愿以一介之命，换得王法昭昭，天理得彰。求人得人，又何怨哉？老爷想得明白，刺杀朝廷命官，管他姓薛的是不是举人，有多少钱财，就都完了。他这是要同归于尽啊！他为何要做到这个份上？一个一心想报仇的人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若知县老爷真是那凶手，龙捕头就是被他所杀，他就是你的仇人。小人这就去薛宅，把快班兄弟们调回来。等一下，这样不就打草惊蛇了吗？所以宋典史才只叫了我回来。宋典史，
你想做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来人，把曲三更给我拿下！那驴身上的纸条，终究还是被你拿去了。宋典史是何时知道老爷就是凶手的？比你早些时日，但却一直假作不知。本来我想什么都不做，就看个热闹好了。若那刺客今天晚上来了，得手了，你师傅的仇也报了。然后我即刻拿着老爷的遗书证据，去请雁塔衙门的火票，去拿那薛举人。啊，现在还是应该叫他陆直吧。还有那牛不厌，如此，陆家20年前的仇也报了。你看这样可好啊？曲三更，我问你话呢？这样似乎挺公道。公道！你可知什么是真正的公道？以前我有个朋友死了，含冤自尽。可是他刚死，那个案子就翻案了。于是我就为他写了一篇很长很长的祭文，我是想让他知道，他已经平原昭雪了。那天是个阴天，我本以为一定会下一场雨，我就静静地等着，等他告诉我，他已经瞑目了。等他告诉我，他可以脱生了。可是，一直等到天黑，我什么都没有等来，连一滴雨都没有。于是我明白，他已经死了，死了就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见了。而那篇祭文，其实是写给我自己看的，我自己写了，糊弄我自己的。魏之间有一场等了20年的冤情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让他活下去。我要让他亲眼看到所有的冤情都能够水落石出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师父的公道，我就还给你。知县是7品官，典史是不入流，凶手是知县。我师父的公道，你还得了吗？还得了。倒是你该好好想想，如果你跟薛举人的安排成功了，你曲三更到底欠了什么？你还得了吗？知县老爷，宋典史，你们这是？只有紧急，暂且委屈您了。干什么？放肆！侍奉传奉官五品奉旨大夫宋晨，情势紧迫，便衣行事，为知县失礼了。
就是那等闲识的人头去，无偿索命，金砖玉，要杀要剐随便你们。要是皱一皱眉头，那就不是好汉。别打了！求求你，你们可以杀了我，但是你们不能这样侮辱我呀！说，为什么前来行刺知县老爷啊？有人给了我500两银子。谁？我不认识。老爷，在下要把他带回去审问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都在这儿，都在这儿。知县老爷。为什么要来？冤怕无头，你的冤有头。我很羡慕你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本来是该我死的，可我现在不能死了。冤要有头，你还我的，我还你的。三哥，你瞒着我的事到底是什么？那天我骗了你，我找到了在驴身上的那张纸条，纸条上说，魏知县就是陆不忧，他没死，他回来报仇了。你的意思是，魏知县就是凶手？我拿不了知县老爷，我找到的薛举人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。我本想借他的手
给师父报仇。所以，你知道今晚要出事，故意把我们调走了吗？这是我为薛巨人出的主意，是我杀了宋殿试，我杀了宋殿试，还有老夏，还有这些兄弟，都是我杀的。三哥，三哥，别哭了。我们得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。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了。师父死了，宋殿试也死了，我不知道该问谁呀。别喝，这碗是给宋殿试他们的。三更，我刚才仔细的想了想，我发现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现在啊，是我们说了算。知县老爷也好，举人老爷也好，他们其实都被困住了，谁也不能拿对方怎么样。现在的关键就是我们要帮谁。我们有这么重要？当然了。这两边，一边是我们要抓的凶手，知县老爷，他杀了5个人，算上那个刺客，6个，而且他还杀了你师父。另一边，那个薛举人，陆植，他杀了陆家满门，还杀了林妈妈，杀了宋殿试。两边都是凶手，哪还有什么公道？三更，其实你知道，可是师父，这些日子以来，我每当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我就问自己，如果是师父，他会怎么办？唯独这一次，我没办法问，
我没办法问师傅会怎么选。愣头他已经选过了。他选错了。你说的对，是错。你说的对，走吧。啊？去哪儿？我想到个办法，不过得快点，天亮了就不好办了。我拿到了，我也拿到了，走。617的事情办完了。完了，那个人死了。哎，可617没回来呀？他在衙门大开杀戒，回来不是给这里找麻烦吗？也对，也对。走吧。去哪儿？薛举人没跟你说吗？说什么？出了这么大的事还留在这里，你不觉得不妥当？是该避一避啊。薛举人叮嘱我，事成之后立即把你送出城，与他会合。城门还没开呢，所以才要我来送你。我们这就走。怎么，你带上几个，路上保护你啊？算了，人多惹眼。算你明白，这么多人我也带不出去。我也不怕你耍什么花招。如今咱们算是同谋了，一根绳上的蚂蚱。哎，徐副官，咱们是不是走错了？这边才是东门呢。不去东门，那去哪个门？衙门。617失手了，跟我们回衙门到案吧。你没有任何证据，你凭什么拿我？你凭什么拿我？寻衅滋事，殴差拒捕。你走，走。尤儿，你这菜还那么咸吗？好好想想，想清楚，陆之现在还有什么办法？他身边还有什么人？不管他有什么，可老爷您没有任何证据。他说的也对。那就放了吧，等到天黑再放。尤儿，你回家路上小心点，别像那张贵似的。等等，如何能得活命？
20年前，陆直杀了主人一家。20年后，为了永绝后患，开始杀人灭口。你是胁从，但主动投案，甘愿作证，死罪可免，活罪嘛，就看是要关上几年了。如此，不行。如何能行？什么20年前的事情，我一概不知。我与陆直都在陆家做下人，我把他从大火中救了出来，对他有救命之恩，成了莫逆之交。前些日子他失心疯了，开始杀人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，我也是不知。我只是偶尔得知他是杀人凶手，苦劝他到案自首，可是却被他软禁起来。他几次3番想要杀我，都碍于救命之恩，下不了手。我趁他出城之际，这才逃了出来，到衙门报案。你这证词，倒是经不起陆直攀咬啊！他总是要盘要的嘛。到时候，老爷您说不定也会攀咬在内呢。那就依了你吧。还有一事，这证人我是做了，可老爷，您如何保得我不被人灭口呢？结案之前自然没事，结案之后嘛，我猜你定能找得到方法，远走高飞，隐姓埋名。就这样？我说别的你信吗？那就依了老爷吧。20年前陆家的事情，这里写得很清楚。昨天夜里你让我写的自状信，还是太过仓促了。就凭那个，你未必扳得倒我。你若说话不算，我总能找得到办法的。事情了了，我如约自裁。你原来就是想跟仇人同归于尽的，所以我信你一半。无论是你还是我，这报仇还真是不容易。我不是为了报仇，不是报仇，师傅的债已经还清了。你是为了宋典史。宋典史跟你们哪边都没有仇，他就是尽了一个典史的本分。我也只是尽一个捕快的本分。闪开！让开！闪开！闪开！让开！拿人火票在此，缉拿要犯薛琦，与旁人无干，速速回避，否则按同案处理。退下。我有举人公名。这不是县衙的火票，是聂台衙门的火票。你的公名已经被革了。
20年了，我有些话想问你。你问吧。不忧少爷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那具烧焦的尸体是谁？你记得翠华楼的小宝子吗？你是说那具尸体是小宝子？他当时也在陆家？当年，如果你知道小宝子也在陆家，你会放过他吗？有些事是没办法的，我会替他难过，我会为他烧纸，就如同我也会替陆不忧难过，每年都会给他烧纸一样。可是，当年的那个陆直不会放过他，陆直没有别的办法。我知道，你本来就姓薛，我本不是陆直。我也不是陆不忧。你不是陆不忧。你还记得翠华楼的小宝子吗？小宝子，陆少爷，小宝子，陆少爷。你是小宝子？看什么尸体呀？这回烧成炭了。他就算是烧成炭，我也要看到他，他必须得死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我不敢生火，每天干饭是吃不了，倒让你给吃了。
陆少爷，我知道你们家的祸事是怎么回事了，我学会识字了，而且你们家的管家录中也都原原本本的写下来了。你知道吗？原来他不是个哑巴。陆少爷，陆氏做了很多坏事儿，也有坏人在帮他。陆少爷，这世上有很多像你这样的好人，但是我见的好人都……陆少爷，我拿了这的金子，局里那些印论语的雕版都是金子做的。我看到《论语》里有一句“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身以成仁”。陆少爷，你是为了救我而死，这就是杀身成仁吧？我既然拿了你们的金子，我就不能白拿。陆少爷，我向你起誓，我要把我能挣的都挣过来。那，你准备送给我哪一句呢？你应该知道的，只有一句最合适。祸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祸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啊，可笑啊！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求过天，可是现在这天却要降罪于我。天是这样的，天是不讲道理的。是啊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你是怎么知道那些事的？你是怎么知道王先生、程大夫还有赵举人的？哦，当着那么多的人，不方便说是吧？唉，看来老天不单是要降罪于我，还不让我死个明白。好，那让你死个明白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你知道的，我命不好，我只是想改改命啊！老爷，快去找郎中！老爷，你去过所有跑路，所有跑路，过去。
我收拾宋典史东西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个，上面写着“宋春杏”。我打听了一下，觉得这个春杏多半是你。宋老爷，《杏花仙子歌》。这是首诗。杏花滩上，杏花天。杏花天里，杏花仙。杏花仙子知杏树，再摇杏花无偏见。起舞花开无人见，舞罢落花冲上间。且舞且歌，且零落，不悲不怨，不留恋。曾笑杏花非国色，又惜风尘吹花残。国色天香是无匹，风尘脂粉万人嫌。若将风尘比国色，世人皆笑我疯癫；若将疯癫比世人，情愿疯癫10000年。1年守得杏花天，10000年结得杏花园。此身常来花间坐，身后还在花下面。中间，刀刃的旁边，有些甜，有些黏，咬破了新鲜，咽下了陈年。有人哭，有人眠，我属魂心。其生总有黄秋，只见情远方古道，情醉凡尘，野火不尽，岁岁枯荣。炊烟，命运的上签，旧之前，还个愿，
的誓言，职场的尘缘，风一吹就不见。我属魂兮，祭祀其神，纵有黄秋。